实话实说，Insta360 Go 1代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的印象。他们当初给我寄了样品，但是我最终没有出评测，因为我觉得不够值得。虽然概念有趣，但是它画质拉垮，拍摄时间当时只有30秒，那个盒子也很累赘。那正是因为这个不怎么优秀的体验，当他们给我寄来 Go 2代的时候，我过了7天才打开这个盒子，因为我对它没有任何期待。但是当我打开这个盒子一看、一试，然后拿下来一贴，我就知道我必须得做一个视频来讲讲这个相机啊，这样听着像是我在恰饭，但是真的没有，只是我见到一个好的产品，尤其是国产的，我就会很兴奋，还有表达欲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玩。让我们先从它最大的特点开始，这东西确实小，只比你的大拇指宽了这么一点。那事实上到了这个体积，你会觉得它的使用方法和别的相机，甚至运动相机都已经不一样了。那它机身上只有一个录制按钮，按一下就可以开始录制。那也正是因为简单到极致了，你会更习惯性的随便一握就拍，也不管构图，也不管曝光，因为反正也没有屏幕。那这个设置我觉得非常取巧，因为只要这东西再大一点，然后再加一个屏幕，我相信就不会有人再买它了。那我为什么不用手机、运动相机，画质还会更好一些？那 Insta360 绝对深度思考过这个问题，因为这在产品上有很好的体现。它与手机相比不可替代的优势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总结成一个词，就是集成。手机虽然集成了最多的功能，但是拍摄层面的需求是受到很多别的功能制约的。那比如说固定方式、遥控逻辑，本质上都非常复杂。那厂商也不可能在设计手机的时候考虑，有人要远程拍视频，那我给他设计一个手机上可拆卸的遥控，这不可能的，毕竟他们连充电器都不想给你。那 Go 2的本质就是整合了这些手机的痛点，来做了一个集成化。那我觉得手机拍摄最难受的地方就是固定太不优雅了，需要一个手机夹，再一堆东西。而 Go 2就借助它体积和重量，成功的用磁铁实现了这个新的固定逻辑，这个感觉太棒了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，我发现我会拿着它在各种东西上吸来吸去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角度这个特别享受，可以拍到很多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视角，而且不需要做任何复杂装配。那我最常用的配件应该是这个磁吸项链，那相比1代磁力要强了很多。理论上你只需要把项链挂在衣服里面，然后把 Go 2一贴，你就有了一个第一人称的视角画面。而它镜头上的这个盖子是可以拆卸的，这样你想的话可以换一个滤镜来得到一些特殊的效果。那机身本身也支持4米的防水，所以简单的一些水上运动也是没有问题。但 Go 2真正让我惊喜的地方，其实不在机身，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充电盒。那简单来说，这个盒子既是一个充电器，也是一个遥控器，还是一个读卡器，甚至还能变成一个三脚架。就能把这么多东西塞进这个空间里，实在是不容易。那体验确实也很棒，而且加上这个充电盒，这个相机的续航能够达到150分钟左右。可能我唯一吐槽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一块彩色的屏幕，那我还是想把相机一放上去就能够看到画面。但现在你只能通过手机 app 来蓝牙还有 WiFi 连接相机，才能够看到一个基本的预览。Insta360 做的另外一个大胆决定就是直接取消存储卡，它内置了32GB 的存储。那别的类型的相机换卡换电池都是刚需，但这玩意它就是为了简化操作来快速分享。那大多数买它的人根本就没有换卡的需求。那假如你只是拍常规视频的这个 1440p 30帧的低码率视频，那它的记录时间可以接近10个小时。那其实对 Go 2代来说，它最大的瓶颈不是电池，不是存储，而是和佳能 R5 一样的问题，发热。参数上 Go 2现在最高可以记录 1440p 50帧，那单看这个参数不算好，但它实际上用的是和 GoPro Hero 8一样的传感器，那最大能采集 3K×3K 的分辨率，那只不过为了防抖效果，在拍摄的时候进行了电子裁切，才得到了 1440p 的这个最终的分辨率。那这么大的数据量放在这么小的体积里，最直接结果就是发热。那在我实际测试中，连续拍摄30分钟左右，它就出现了过热，而且机身背面非常的烫。那你在冷却5分钟左右，它又持续记录了8分钟。然后就又歇了。看到这个机身的时候，我除了担心过热，另一个担心的地方就是它的收音，毕竟它顶上只有这么小一个麦克风。那实际录出来的效果比我想的稍微好一些，但是距离所谓的好音质还是有着一点点距离。与其说这么多，我们还不如直接来听一下 Go 2的音质。其实正常听起来也还不错，很清脆，很明亮。但它的问题就是，当你只要有一点点风，像我现在在一个滑板上，加一点点速度，这个风噪就会彻底摧毁所有的音质。
所以它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开发一个防风毛衣，这样整体听起来音质应该会好很多。就其实说回来，我会觉得有点遗憾，它真的很多地方都做对了，这个体验真的太棒了，很多地方甚至可以打满分，但就是还有这么几个蛋疼的地方，比如说这个盒子，它居然不支持 PD 充电，你必须用传统的那种 USB-A 的头子来给它充电，就为啥呀？这太傻了！我说真的觉得真是无语，在2021年居然一个新兴的产品是这样设计的，而且我在仔细使用以后，发现这个设备居然只能够录制 1440p 50帧，没有60帧，因为它的性能不够再多这10帧。但这在国外很多地方拍50帧就会导致灯光频闪，也是让我觉得非常蛋疼的一个地方。那不过说真心话，虽说有这些让我觉得在这个地方，但 Go 2应该算是我今年见过最让我眼前一亮的影像产品，至少我会更加愿意带它出去拍东西。不是因为它的画质，因为它的画质只能够达到及格线，自动曝光也还有一点问题。重点就是它能帮助你无感的拍到东西，让你很想去拍。这个体验是我觉得最棒的一点。我觉得用它来拍摄，更多的是一个我想留住这个画面，就我想拍这个画面这样一个想法，而不是这样的一个操作啊。那我想要一个延时摄影，我只要一点就有了，也不用在身上装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自拍也不会觉得很尴尬。这我觉得才是一个用来记录生活的相机应该要有的样子。那逻辑上是这样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就它不是一台可以记录生活的运动相机，而是一台生活相机，同时可以做一点极限运动。这个用来形容它可能会更贴切一点。所以你怎么看待这个小东西？你会考虑买吗？欢迎讨论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请务必转发、投币、点赞、关注我们，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